今天是2022年3月22日，我们继续来预测特斯拉的股价。那今天呢，我们采用白色底板，但是呢，依然沿用红涨绿跌的设置。好，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3月21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 914.98， 收盘价是 921.16， 盘中最高是到达了 942.85， 最低是在 907.09， 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是达到了35个点。那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5均、10均和20日均线值的上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2732.72 万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81 倍，量缩。KD 值，我们会看到开口略有缩小，双线继续上行，那么快线向水平方向发生转折。那这样的信息啊，说明涨幅的股价的涨幅变小。MACD 我们会看到开口增大，双线上行，并且呢出现了较前一日更长的红柱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上行中。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3月21日生成的这个 K 线叫做天剑线。天剑线的特征啊，是上影线很长，至少是实体的2倍以上，实体很小，甚至是没有，下影线很短。那这样的 K 线啊，不分是红 K 还是黑 K。那通常天剑线是出现在上涨的顶端，或者说是下跌的低点。当然位置不同，它的寓意也不同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解读一下3月21日生成的这个天剑线。首先说它的位置是在反弹后上涨的高档的位置。那么天剑线 K 线本身的寓意啊，就是一个变盘的信号 K 线。那如果天剑线出现在高档，那它是转折向下的一个重要信号，代表啊上方多方上涨啊遇到了很大的压力。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啊，如果是开低走低，股价很可能会进入到回档。当然如果开高走高呢，那有可能股价会继续上行。那因此这个变盘信号啊，需要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的 K 线来进行确认。好，以上是单一 K 线信息的一个解读。那接下来啊，我们分析一下股价的走势。那在分析股价走势之前啊，我们还是首先回忆一下目前 K 线图上的这几条辅助线。首先我们看这2颗蓝线，我们会看到上方的上颈线和下颈线。那这2个蓝线呢，是特斯拉股价自2021年11月4日出现最高以来建立的一个头低底低的一个下行一个趋势。好，那么下方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蓝线。那这个蓝线啊，是出现了底高之后，然后股价又继续向上运行。对，那么我们就确认了一个多头的一个底高，因此我们画出了这条趋势线。但是呢，我们并没有画上方的趋势线，因为现在上方虽然是头高，也就是截止到今天
虽然是头高，但是呢，股价没有出现回档，那我们继续等待它是否有新高出现还是回档。对，那确认这个高点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上颈线画出来。好，接下来是两条水平线。那我们会看到下方的这个黄色的水平线呢，它是我们会看到股价自3月15日反弹以来连三红，第3个红 K 的最低。对，我们把它定义为一个强支撑，它也是一个标志。那么上方的这个水平线呢，我们会看到是自2月17日以来出现下跌以来，对这么一个长黑 K 的一个最高点。对，那对这个最高点呢，是在3月21日之前，我们会看到这是它上方的一个压力位，也是一个标志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分析股价的走势。那我们会看到3月21日生成的这个 K 线，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我们刚才说的2月17日这个下跌的长黑 K 的最高的上方，那也就是它吃掉了自2月17日以来的这样一个长的黑 K 的下跌。那当日呢，并且有新高，维持了一个头高的一个架构。那但是我们也会看到啊，在上方出现了长长的上影线，说明上方有很大的压力，并且呢，我们会看到股价的收盘啊，并没有突破这个60日均线值。我们说突破是指收盘，对，那接下来啊，像这样的一个 K 线，如果是开低走低啊，很可能股价会出现一个回档。好，那么对，那虽然股价有可能会出现回档呢，但是呢，它仍然会有一个创新高的可能。对，我们会看到一个细节，就是在3月21日啊，实际上它的目标呢，还有一个目标是要站上这个下行趋势的上颈线。当然，这是我们自己的主观的分析，这个辅助线是来源于我们自己定义的一个趋势线的上颈线。对，所以我们认为它还有一个目标，可能是要突破这个趋势。对，然后呢，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恰恰就是在这个趋势线下方的一点。对，但是它完成了一个任务，我们刚才说站上了这个918这颗线。对，好，那么我们不排除它依然会有一个上行的可能。那如果股价出现上行呢，那么我们可以看，那接下来的压力在哪里呢？我们认为这个趋势线已经不是一个压力了，那上方的压力我们认为是在这个点上。对，我们会看到在2月7日的最高947.77。对，我们把现有的这个上方的水平线上移，因为这个水平线918我们已经站上了它，所以这个我们可以把这个标志位取消。对，我们把这条线上移，上移之后呢，我们把这个线变得颜色深一些。好，我们暂且定义成这个颜色啊。那么如果股价我们认为上行呢，它的目标应该是这个位置，也就是站上这个前高。对，但是站上这个前高之前，我们会看到它会面临的很多的压力，一个是60日均线值，还有3月21日自己的这个前一日的K 线的最高。对，当然如果冲破这个位置，上方还有一个压力就是120日均线值。
对，那所以呢，我们认为股价如果是上行，它的目标是947。好，那么对，如果说股价选择了回档，也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如果是开低走低，那股价会出现回档。如果股价回档，那我们会看下方的支撑在哪里呢？对，我们认为是当日新生成的，我们会看到下方的5均值和10均值应该是股价回档之后下方的重要支撑。那么我们也要看它回档的范围在哪里呢？那我们自己也定义一个标志，就是我们加一条辅助线，再加一条辅助线。这个水平线呢，我们想定义在这个位置，对，850的这个位置。好，我们对，还是用这个颜色。对，850这个位置呢，我们选择的是这个红 K 的50%的这个位置。那也就是这个红 K 的50%的成本线。对，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它也是股价自3月15日出现反弹上涨以来，到3月21日，如果我们把这些红 K 全部合并的话，它是一个长红 K 线，它的50%成本线也是在850这个位置。对，所以呢，这样一来，我们就会看到，如果股价出现了回档呢，那我们认为这个下方我们刚刚定义这850这条线将成为一个重要的标志，其实它也是重要的支撑，也就我们认为它会回档到这个位置。那如果说股价跌破了这个850，继续回档，对，那我们会看到下方在这里我们还有一个对，这个825的这条线。好，我们把它颜色也变深。好的，那这是股价的回档。那如果股价回档没有跌破这个850，但是它也不选择上涨，那其实我们也就定义出来就是说在接下来几个交易日，它不上涨也不下跌，也不跌破这个850，那么这个三角区呢可能会成为它的一个盘整区。对，甚至如果跌破了850呢，我们会看到我们可以扩大这个盘整区。对，好，这是盘整。那如果是下跌呢？对，下跌我们会看到连续1、2、3、4、5个交易日的上涨，那我们不排除在接下来交易日有可能会出现一根长黑，或者说是再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出现一个长黑。对，那如果出现长黑，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在下方我们是有很多的支撑的，比如说5均、10均、20均，包括我们画的这2个水平线，都是它的平均成本线。对，所以下方是有很强的支撑，并且支撑位也很多。所以我们认为，即使是出现一个长的黑 K，但是呢，它也不会瓦解我们目前的这个头高、底高的一个多头的架构。好，以上呢是我们关于股价后续上行、回档、盘整，包括下跌走势的分析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3月22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说压力位，首先到来的压力位，我们认为是60日均线值，也就是当日新生成的60日均线值是在932附近。再接下来的压力位是前高，也就是3月21日这个 K 线的最高是在942。当然，再接第3个压力位就是947.77这个位置。再向上，我们认为是120日均线值。
应该是963附近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看下方的支撑。那开盘之后，首先到来的支撑，我们认为是前低907这个位置，对。然后再接下来应该是当日新生成的5均值。那么这个5均值呢，我们认为应该是在885对到892之间，是在这个区域大概。那再接下来的支撑位是这个3月18日红 K 的最低是867，对，在这个位置。那再向下的支撑位，我们会看到是在这里有一个850，我们说的这个强支撑。当然，实际上在这个位置还有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那么它的范围应该是在848对到852之间，也就是这是它的第3个支撑位。好，那以上呢是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接下来啊，我们依据以上的分析和信息的解读，我们给出今天股价的预测2个可能。那第一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可能会回调。那如果股价回调，它很可能是一个高开盘，然后最高会到达930这个位置，然后最低可能会下探到886，然后收盘会收在890到895之间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可能。那第二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它很可能会横盘，对，横盘来通过横盘来突破这个上方的这个趋势线。那如果是这样呢，它也有可能是还是高开，对，然后最高可能会到达955这个位置，在这里，对，然后收盘会收在925附近，然后股价最低可能会下探到910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今天特斯拉股价的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